美国共和党人把持的国会众议院近日投票批准对民主党籍总统拜登展开弹劾调查。该调查由共和党发起，预计将持续数月。这意味着白宫与共和党人之间的斗争进一步升级。美国政坛恐将在两党乱斗中跨入新的一年。路透社称，尽管这项努力几乎不可能在民主党占多数的参议院获得通过，但仍可能对拜登的选情造成影响，并授予共和党人更多法律权利。This whole thing is an extreme political stunt. It has no credibility, no legitimacy, and no integrity. It is a sideshow, a distraction from the fact that Republicans have done nothing. 有分析指出，众议院虽然投票通过了对拜登的弹劾调查，但此举很难导致拜登下台，因为即便众议院的调查得出了对拜登不利的结果，并开启弹劾进程，也必须在民主党占多数的参议院获得至少2/3的赞成票。在审理过程中，参议院议员将充当宛如陪审团的角色，而来自众议院的一组议员则将充当负责指控的检察官的角色。美国总统也会有自己的辩护律师。在美国240多年历史上，还没有一名总统因为弹劾而下台，就是因为参议院2/3同意的门槛太高了。不难看出，本次冲着拜登来的弹劾，用雷声大雨点小来形容是恰如其分的。尽管此次弹劾调查虽然几乎没有成功的可能，却不可避免会给拜登竞选连任蒙上阴影。最新民调显示，61%的美国人认为拜登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其子亨特·拜登在乌克兰等国的商业往来。另有民调显示，拜登的支持率已经创下新低。在2024年大选的全体选民中，特朗普以38%的支持率微弱领先于拜登36%的支持率。尽管拜登的调查民意支持率似乎低于特朗普，但他的竞选活动已经为他争取连任筹集了大量资金，这部分缓解了民主党人对拜登连任的担忧。据美媒报道，到今年第3季度，拜登已经筹集了超过7100万美元，远远超过特朗普和其他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发布的筹款总额。我们知道民主党在抓紧对特朗普进行这个所谓的审判吧，共和党这样做，他知道不会有什么具体的实质性的结果，不管是对拜登也好，对拜登儿子也好，但他要做的目的呢，就是和民主党在争夺所谓的道德制高点，让选民看看，就是民主党也是同样的贪腐。对拜登他们说，你也是天下乌鸦一般黑，你也不是什么好的。目前，共和党议员利用传唤权获取了超3.6万页银行记录、2000页财政部关于可疑活动的报告，以及亨特的2名商业伙伴、7名联邦特工等人的证词。I've never once discussed this issue with Hunter while I was vice president. And the reason is to keep this wall between me and anyone involved with me at all, whether it's family or otherwise. 一直以来，亨特作为问题儿子的形象便持续引起共和党人关注。除海外交易相关指控外，亨特还涉嫌非法持枪等罪名。不过，亨特一度为自己及父亲辩护，并坚称国会针对其个人的调查权有限，甚至拒绝遵从。There is no evidence to support the allegations that my father was financially involved in my business because it did not happen. 民主党众议员杰里·纳德勒对此表示，有很多证据表明亨特做了很多不正当的事情，但他已经被控告，他将接受审判，但是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总统存在任何不当行为。对于共和党来说，他们争夺的不仅仅是个总统的位置，还有整个美国政治中的优势地位。共和党会抓住民主党的一切可以抓住的这个把柄来攻击民主党。就是你看拜登个人的品德一塌糊涂，这个为政的业绩也是一塌糊涂，不管与私与公，都是很负面的，所以这肯定是有阴影的。回顾过去，弹劾总统在美国近250年的历史中非常罕见。在特朗普之前，美国第17任总统安德鲁·约翰逊和第42任总统比尔·克林顿分别于1868年和1998年遭国会众议院弹劾，但均未被参议院定罪和罢免。1974年，美国第37任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在国会众议院就针对他的弹劾条款进行表决前宣布辞职。但近年来，弹劾总统的门槛变得越来越低。
美国《华盛顿邮报》此前曾发表《永久的总统弹劾时代已经到来》的文章称，弹劾沦为两党相互讨伐的工具，体现出美国政治生态已发生深刻变化。如今，华盛顿每天充斥着指责和争吵，政治撕裂日益加剧，整个政治体系正走向更大的失败。正式成为一种现象呢，就是从特朗普和拜登两届政府，因为连续2届总统都被在国会占多数的反对党进行弹劾，实际上是两党党争的加剧的剧烈化。那么弹劾呢，只不过是一个更抓眼球，并且呢，更有效果的一种政治手段而已。拜登的外患还没解决，现在他又遇上了内忧。就在拜登被弹劾的前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访美，拜登宣布对乌克兰提供额外军援，不过金额仅为2亿美元。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称，当天拜登在会见泽连斯基时表示，我们能支持乌克兰多久就支持多久，而此前拜登一直坚持援乌需要多久我们就支持多久。福克斯新闻网称，这批军援主要包括弹药和一些装备零部件，还是从美军自己的库存里匀出来的。拜登则利用泽连斯基来访的机会，再次向美国国会喊话，要求国会在圣诞假期休会前通过援乌法案，否则就会给普京献上圣诞节厚礼。但拜登喊话并未得到积极响应。Zelensky comes to town and demands that you give him, the American taxpayer gives him another $61 billion. I think it's disgraceful. I think it's grotesque. 俄罗斯驻美大使安东诺夫表示，泽连斯基此行落得2手空空，未能说服美国人相信乌克兰比美国的安全更重要。共和党现在要做的就是把拜登政府和俄乌战争绑在一起。如果俄乌战争打败了，那拜登政府就没有任何再继续下去的理由。从某种意义上说，拜登也想体面的结束俄乌战争，坐下谈判。但问题是，共和党不给他这个体面，泽连斯基也不给他这个体面，普京呢也在那拿捏他，所以现在拜登是左右为难。拜登尽管表面上还支持泽连斯基，是内心里呢是要压迫泽连斯基赶快进行谈判的。俄乌战争的军援问题上和美国内政党争卷到一起，那就更没希望了。美国国会众议院13号投票批准对总统拜登展开弹劾调查。那么这一弹劾调查呢，会对拜登以及民主党的选情造成多大的影响？郝先生，我觉得影响不会很大，因为这个弹劾呢，也只是在委员会刚刚开始，至于能不能找到证据，实际上都不重要。我觉得这是一个政治过程，这个政治过程的目的呢，就是党争的一部分。共和党呢，的确是有报一箭之仇的这个想法。而且也希望这样的能够推升一下共和党的选情。到现在为止啊，没有什么证据能够证明拜登和此事有什么关系。我们都知道，这个美国宪法关于这个弹劾总统啊，其实有很具体的一些标准。现在看来都没有证据。那为什么要启动呢？显然背后有政治目的。我想呢，共和党要利用这件事情来拉抬他的选情啊。估计这个功效不会很明显，至少目前为止。现在拜登这个麻烦已经很多了，那他至少可以给拜登这个又增加一个麻烦。那至少你对你的儿子管教不力，这个对他的形象当然也是失分的了。拜登现在确实在外交上面临很多难题。现在国内政治的恶斗会影响到美国在外交上的作为吗？郝先生，美国的外交啊，前一阶段让特朗普搞的呢，的确是美国的在国际上的这个声望啊和形象啊都有所恶化。拜登上来以后啊，力图挽回这个影响，但是最近中东出了问题，而且呢，这个前一段急剧恶化的中美关系呢，实际上使拜登的在外交上也饱受批评所以最近呢，我们也看到在中美关系上也出现了缓和。美国显然没办法在外交上有更大的作为，再加上国内现在面临着2024年的总统选举和众多的国内经济啊、社会问题，都使得美国很难在外交上有太大的作为。有分析认为呢，相比于以往对华强硬的强烈共识，如今呢，民主党似乎有所松动，民主党内主张同中国对话接触的声音多了起来。赵先生怎么看？在大选年来临之际啊，
这个美国两党的对华共识会发生分裂吗？战略上讲，其实美国这个精英啊，对把这个中国作为第一大对手，这个并没有改变。我们从现在，包括旧金山峰会之后，美国一系列的动作，所以在战略层面上还是没有改变，但是在战术层面上，就如何做这个事情，可能呢，民主党会有更多的松动这样的一个，特别是涉及到一些经济问题上，特别还涉及到认知这个问题上，就说你这么去跟中国用打压的方式，用对抗的方式，到底哪个方式更好？所以现在美国内部也发出了各种不同的声音。这个也是目前的一个现状。在大选年呢，中美关系容易受到冲击。那么明年的大选会使中美关系面临多大的冲击？其实行政当局的对华政策不一定受到总统选举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讲，选举呢是一时的事儿，但是中国作为第二大经济体，作为这个中美关系作为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这个大家都知道是一个事实。所以说，即使是吵来吵去，一旦选举结束还要回归正常。所以说说有多大冲击，我觉得会把中国问题政治化，这肯定的。但是呢，是为了选举的目的，是为了国内政治的需要。但是并不一定呢，就一定会真的是冲击到中美关系，会有冲击，但是我觉得都是有限的。可承受的那些冲击。特朗普到这个拜登呢，这个打中国牌啊，打得太厉害了。这我想呢，这个美国国内也有一种厌倦的感觉。你说来说去就是这些话，没什么新鲜的玩意儿。美国民众最关心的这个问题是什么？基本上都是美国国内的问题，还有就是外交上基本上也是这个俄乌战争啊，这巴以啊这些占的篇幅比较大。一头大蒜从中国远渡重洋到达美国，估计怎么也想不到，在被送上餐桌的同时，也被送上了美国政客所谓中国威胁的叙事流水线。近日，美国共和党参议员里克斯科特给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写了一封信，控告中国大蒜构成重大国家安全风险，要求展开调查。这封信被媒体报道以后，也让斯科特和这封信成为了一个国际笑柄。今日俄罗斯网站称，美国政客把中国大蒜渲染成国家安全威胁，遭到世界嘲笑。这听起来可能很荒谬，但事实上，他们把任何来自中国的东西说成国家安全威胁很常见。有分析认为，也正是美国国内在涉华议题上的泛安全化倾向，让任何一件小事都可能跳过证据链条中的缺口，与国家安全挂上钩，才给了这些反华政客浑水摸鱼的机会。12月12号，美国国会收回有关言论。深谙市场经济规律的美国工商界人士看得明白，贸易战、关税战没有赢家，人为设限或搞保护主义，只会干扰正常贸易往来和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这个报告其实反映出美国国会中一小撮反华势力试图同时又试图去管控所谓打压的力度，这是很难做到的。美国外交杂志高级记者迈克尔·赫什就指出，尽管对华脱钩论风靡一时，财政部长第2次访问中国。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称，这是耶伦首次阐述其对美中经济关系在2024年的计划和目标。Over the next year, the United States will aim to continue to responsibly manage the U.S.-China bilateral economic relationship.But we aim to make our communication resilient so that when we disagree, when shocks occur. 周年，中美经贸合作迎来新机遇，主要有3大利好：一是中美关系止跌企稳利好；2是中国经济回升向好利好；3是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利好。现在中美在经贸领域建立持久的沟通渠道，对保持双边关系稳定意义重大。
从下一步的结果来看啊，就是说如何落实好中美两国元首在旧金山会晤中所达成的一系列共识，其实相当程度上有赖于这一些具体的工作组以及沟通机制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实际上试图将工作层面的这种对话进一步的机制化、常态化日常化，从而使得两国围绕一些具体问题的这种分歧，能够在这些工作组的层面上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沟通，并且希望能够进行相对有力的管控，这样才能够为明年两国关系的稳定乃至走向改善铺下这个坚实的这样一种基础。正如刚才短片中所说，11月中美旧金山会晤达成共识，中美双方应该加强沟通，妥善管控分歧，推进对话合作。但是眼下呢，美国众议院特别委员会都在呼吁重置中美经济关系，提议进一步限制甚至切断中美经贸关系。有分析认为呢，这可能导致美国国会在明年会出台更多的反华立法。郝先生怎么看这种分析？我觉得我们不必太担心。第一呢，就是要想彻底这个切断中美贸易关系啊，我觉得这好像不是美国政府想做的。美国的商界啊和政界在这个问题上恐怕有一些不同看法。美国可能希望啊，切断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发展，但是在其他领域的经贸活动啊，他们觉得还是对美国有利的。另外啊，美国国会的一些这个鹰派人士啊，可能会出台一些反华的立法，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行政当局希望在经贸关系上和中国仍然保持一定程度的接触，其实行政当局也会采取一些措施啊，来使得那些即使是很极端的反华议案啊，可能都得不到通过，或者是在通过的时候能得到很大程度的修正和温和化。用这个商务部长雷蒙多的话来讲，就是99%那个经贸关系是不受影响的。当然，美国要开拓，那么还有1%跟这个美国的所谓的国家安全有关系的高科技的部分，美国就是要制裁，就是要打压。但是呢，希望这个1%不要影响到那个99%和中国的经贸关系。这一点呢，我想美国是这个拜登政府内部有一定程度的共识。那么郝先生，您认为美国会不计代价一条道走到黑呢，还是说到了一定程度还是要算账的？现在已经开始算账了。其实前一段啊，我们看得出来啊，那是全面打压，就是全面脱钩。但是后来已经提出啊，不是全面脱钩，而是去风险。这个去风险本来啊就有着一定程度的做区分，所以他们在这个普通的非高科技的领域已经有所放松，觉得也不能什么都打。但是呢，在有些领域，我觉得美国可能会不计代价，那就是在高科技领域，即使对有些芯片企业造成很大冲击，美国的政客也会觉得那样的代价值得。所以说在有些领域呢会不计代价，但是不会不算账，这两者都会做。比如说，美国这个贸易谈判的代表啊，那个戴奇啊，他就是不主张就是要取消这个对华的那个关税啊，他认为这个就是对中国施压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具。所以拜登政府内部也有不同的声音，但是呢，两手呢，我想他都想硬，但是呢，两手之间呢，肯定是会有相互抵消的这个关系。所以这个两个之间，这个两个目标之间，实际上是有非常深刻的内在的矛盾。美国的商界它有它的特定的利益，你就举波音为例，咱们都是多年来一直在这个波音和空客之间，那现在过去这几年完全就是空客，那这个波音飞机就非常着急，就希望呢能够调整一下。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呢，美国内部它有一个内部拔河的这样一个情况，也会出现可能呢会有一些转机。但是我刚才也说过，长期的这种不会在这个对峙状况啊，恐怕不会在短期内得到消除。我们总是感觉到呢，美国存在着自相矛盾。那么美国是完全不在乎这种自相矛盾呢，还是说就是要在这种自相矛盾当中
实现自己的对华战略目标？郝先生，中美关系啊，牵扯到方方面面，所以说自相矛盾啊是很正常的。我并不觉得这个自相矛盾啊好像不好解释，我只是觉得美国的领导人的看法，美国的主要的参与者的看法，大概会起到决定作用。最近一段呢，由于外部环境的一些变化和美国国内政治发生的一些变化，拜登总统啊，实际上已经开始重新限定中美关系，开始想要和中国缓和关系。我觉得这个趋势是在那儿的，而且也会逐渐的形成某种势头，使得这个中美关系的缓和呀，可能成为可能。日前，美国参议院通过了2024财年国防授权法案，里面包含着不少坏水。最引人注目的就是美国要全面武装台湾军队，以增强台湾地区的所谓自我防卫能力。那么这个法案究竟只是叫的凶，还是说美国人会真抓实干，从而对中美关系产生重大冲击？郝先生，我觉得这个是叫的凶。真正要能落地的话，可能还是有难度的。国会呢有审批权，国会可以启动一些议案，但是这个议案呢也一定要经过行政当局去认可。就像这次旧金山峰会上，拜登讲的那样啊，希望缓和中美关系的话，我相信拜登行政当局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不会在触及中国底线的问题上，真抓实干。现在这里面既有一个口头上叫的方面，但是又有呢，在实际上在操作的一方面。这里面取决于一个什么呢？就是美国要做所谓的代理人战争，比如像俄乌，对吧？就是支持乌克兰，我不下场，对吧？让你们两边兄弟相争，斯拉夫。那这个如果要在台海挑动一些东西呢，刚才我们也讲到打台湾牌，那就是美国去挑动台湾方面，所以他现在呢用了各种的东西，来做，是有这样的一个现象，但是与此同时呢，又不能做得过分，又要把它给管控起来。岛内呢很快将举行地区领导人选举，那么这次岛内的选举呢，美方是否有直接介入？是否再通过一系列的行动为民进党站台？美国肯定会用各种办法对台湾的这个间接的办法或者暗地的办法对台湾的选举施加影响。比如说，前一阵这个美国驻台的这个官员就很强调说，美国不支持台独，这个实际上就是给这个民进党的这个候选人赖清德打预防针啊。那么最近啊，这个国民党候选人侯友宜就比较强调说是要把这个明年的选举定义为就是战争与和平之间的这个选择。美国的驻台官员又出来说，我们没有看到这个大陆要对这个台湾进行迫在眉睫的攻击，所以他就用这种放话的形式，非常这个微妙的来影响这个台湾的这个选举的形势。此前呢，我们也曾经在节目当中讨论过，近期美方持续在中国周边海域兴风作浪，从南海到台海再到东海，妄图形成海海联动的局面。但是我们也注意到，美方怂恿菲律宾在南海进行挑衅呢，但菲律宾挨了水炮，美方的声音和行动好像没有那么强硬。再比如说，美方虽然一直都在对台独分子传递错误信息，但是呢，也在不断强调不支持台独。美方的这种矛盾到底是一种深层次的认知失调呢，还是其实只是一种策略？王先生怎么看？从美国的角度讲，他不认为这个是认知失调，他是这个对这个中国这个对华政策的两个不同的方面，一方面他是要避免和中国的直接的冲突，另外一方面呢，他需要利用这个台湾问题、南海问题，还有其他中国的周边的这个问题呢，来这个牵制中国，那么给中国添堵，牵制中国的这个战略注意力，这样的话呢，能够减少中国在其他地方的这个影响力。所以这个用美国人的领导人的话来说，就是我们会继续做中国不喜欢的事情，
是这么一个，所以呢，对他来说是一个对立的统一。是，继续做中国不喜欢的事情，但是呢，又不想惹毛惹翻中国。对，他的这个整个的一个想法呢，就是不管用什么手段，你是培植这个代理人也好，或者是直接有一些的动作也好，都是在削弱中国，延缓中国的发展。您刚才谈到美国的这个代理人战争这个问题啊，但是我觉得现在的乌克兰局势可能确实值得美国人好好反思一下他们的这个代理人的这种策略。所以正是这样一个情况，我们可以用4个字来形容，叫骑虎难下。他现在左也不好，右也不好，但是美国内部反省，刚才你问到这个的声浪已经很大，包括他的，特别是共和党内部，已经他这个反对，这个援助乌克兰的这个声音已经高过支援乌克兰，所以这个情况下，这个战略，但是呢，从比较而言，总比他自己下这个战场要好。这个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讲过一句话，他说：“我们支持乌克兰。”就是为了削弱俄罗斯，但是这个目的到底多大程度上能够达到？王老师讲的，说今年这个他的俄罗斯是3.5%，那这个增长率的话，也是还是比较好的一个成绩。就是说，俄罗斯并没有被他拖垮，所以他原来的这个想法没有达到，所以确实他是在做一个反省的一个过程。欢迎回到决胜制高点，我是克奇。即将进入2024美国大选年，美国的国内政治啊也将喧嚣起来。那么，对于明年的中美关系，三位有什么样的展望或者说期待？中方又应该如何应对处于特殊时期、不太稳定的美国？4个字，叫复杂，而又在管控之中，所以既复杂又管控这样的一个阶段。今年这个，我想中美两国领导人就是都利用这个今年，这个美国国内啊没有这个全国性的选举啊，有一个机会窗口期，抓住了这个机会，在年底的时候，使得中美关系能够有所改善，那么这达成了这个旧金山的这个愿景啊。明年因为美国要进入大选期，我觉得能够保持这么一个相对稳定的这么一个势头，需要中美双方要进一步的协调，进一步的相向而行，来达成这个目标。其实我突然想到，我们明年的经济形势叫做稳中求进，以进促稳，是吧？对对，是不是中美关系也可以有同样的思路？郝先生怎么看？对，我觉得中美关系也的确是有同样的思路，就是稳中求进。我对2024年中美关系的看法是，可能会出现小的磕磕碰碰和一些小波折。但总体上应该是向稳的。2024年是美国的大选之年，反倒是美国方方面面的注意力，朝野各界都放在，因为美国这个大选主要是关注国内问题，国内嘛，除非有这个叫突发事件，就是这个要怎么避免这个突发事件，使它在一个管控的过程中，这个是很重要的。别出幺蛾子。对，另外呢，我们要意识到啊，其实美国总统大选，中国成为议题是绝对可能的，而且会有这个一浪高似一浪的这个反华声调。我希望我们不要反应过度，我们要把它理解为是美国国内选举的一些策略。如果我们反应过度，可能会这个破坏这种稳定的趋势。对，再喊的怎么样，或者说说的话再让人生气，我们也不要那么生气，不要当回事儿，或者叫做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要有定力啊，有定力。